王健林被冻结4.9亿股权，再卖48座万达，他到底欠了多少钱啊？为什么总是还不清呢？首富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子的呢？对于负债累累的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？冻结股权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打开摩眼查，显示自身风险是13，周边风险是3079。股权被冻结是一种司法强制措施，通常发生在企业或个人涉及债务纠纷、仲裁执行、法院判决等等情形时，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这部分股权暂时不能动了，不能卖，不能转让，不能质押，也不能用来融资或变现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拥有小狮子公司30%的股权，这部分的股权本来是可以一转让给别人，二拿去质押贷款等等的，但是一旦被冻结，就像是30%被上了司法所，你名义上还是拥有的，但是实际上就用不了了。这里显示执行法院是大连市西港区人民法院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，还有广州花都区人民法院。比如这份股权冻结中，冻结期限是到2028年1月17号。那么为什么法院要冻结王健林的股权呢？钱还不上了呀。我们继续查，会发现王健林旗下的万达系大量股权已经处于股权粗置状态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说，冻结就是法院所著，粗置就是自己抵押出去。就像你抵押了一套房子给银行，还没有来得及还钱，法院又来查封了，这房子你名义上还是拥有的，但是一层一层就被套住了。这就是王健林今天最棘手的局面，能卖的已经卖了，能压的已经压了，能锁的也被锁上了。万达到底欠了多少钱？由于它并不是上市公司，我找不到它的财报，但是从媒体公开的报道当中，我找到了豆包、DeepSeek 和元宝一起整理出来了一些数据。表面上看得见的账是1412亿有息负债，其中1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就超过400亿元，而同期账面现金仅剩下了151亿元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仅仅靠现金流，连接下来1年的利息都还不上，而这只是账面上的压力，更大的隐形炸弹是对赌协议加上高息回购。如果说1412亿是冰山上的部分，那更危险的是对赌失败后隐藏在冰山下的回购责任啊。2018年，王健林为了让万达商业成功上市，引入了包括腾讯、京东、苏宁、融创等等巨头投资人。万达拿到了约340亿人民币的融资，但如果你是投资人，你该如何保障自己的资金安全呢？签个对赌协议吧。网上找不到对赌协议的具体内容，毕竟是非公开的嘛。但是 AR 查到，如果2023年12月31日前无法完成上市，万达必须按照年化%X 的利息回购这些股份。你想2018年是什么时候啊？没有疫情，全球也没有战争的美好时光啊！那时候的思聪还在微博上头条，万达当然对自己也是信心十足的嘛。结果港股 IPO 失败了，对赌协议全面触发。这剧情像不像当年的俏江南啊？张兰对赌失败，失去了俏江南的故事。当然，张兰那个事情据说是设局，这4大巨头也只是正常的投资而已嘛。据投行人士估算，需支付回款总额大概是380亿元人民币。与此同时，万达轻资产运营的管理费收入并不高。2024年网上数据显示，抽成比例仅为租金的30%到40%，单个项目的净现金流远远不足以覆盖财务成本。这就像是你的钱包有一个漏洞，一直需要去填补。王健林已经累计卖出超80座万达广场，而官方显示全国万达广场总数为498座，也就是说，万达还没有走到资不抵债的绝境，更加完全没有崩盘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漫长的负债前行，王健林并没有躺平，也没有甩锅。过去2年，我们看到王健林不断的卖楼、卖股权、挪腾资产，不是为了保壳，而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兑现对债权人、合作方的承诺。在这个人人都想割韭菜的年代，他没有选择用烂尾来逃避责任，也没有把债务风险推给政府或者是整个金融系统。就是这种精神，我敬他是个军人。在今天，也有许多企业家跟王健林一样艰难的博弈，负债前行。是的，
万达的商业模式确实是出了问题，扩张太快，杠杆过重，压住资本市场失败，这些教训是值得整个行业来反思的。但是我们也该承认，这个时代负债不是罪，逃债才是。我们媒体和社会要给这些负债前行的企业家多一些理解和宽容，更要尊重那些即使困境重重依然体面的还债，不让系统来买单的这种意志。这才是真正撑起整个中国市场信用的脊梁啊！不是成功者的光环，而是失败者的责任。不，这也并不是什么失败者，因为真正的失败是把风险甩给系统、甩给公众的那些许老板们。而那些仍然在咬牙还债，把最后一块资产拿出来兑现承诺的人，或许不再是风光，但是依然腰杆子很正地站着。最后，我想对无数个像王健林一样负债前行的人说，你们没有失败，真正的失败是把烂摊子扔给别人，而你们在扛、在还、在守住不能赖的底线。所以无论别人怎么看，反正我认为你们很体面，加油！我说完了，再见。